很多事情简单来说就是给付太少啦，你给这样子的钱，你又要厂商去做出那么多东西，那最后一定会出很多问题。所以现在台湾人遇到的问题就是药越来越差，然后点滴缺货，什么都缺，反正就是很多原厂药几乎都已经消失在台湾了。我觉得这是目前健保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来宾呢是 YouTube 圈跟医疗圈的好朋友苍蓝哥。那苍蓝哥强在哪呢？首先，光是他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医学系，我想台湾人应该就知道他有多强了。再来除了柯文哲跟赖清德之外呢，苍蓝哥应该也可以算是最多台湾人认识的医生之一了。目前他的 YouTube 频道订阅数高达了80几万。同时他还有出书出课程跟大家分享他的专业，也常常透过自己的社群分享医疗知识或医疗秘辛给大家。那我这一次也是因为看到苍蓝哥在 IG 上面怒呛健保，才想到可以请他来分享这个对我们来说很复杂的问题。所以今天除了可以窥探一下医生的生活之外，也会跟苍蓝哥一起聊聊台湾的健保以及医疗环境的问题。苍蓝哥要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吗？大家好，我是苍蓝哥，对，终于来到志祺的节目。那今天其实除了我们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客座主持人佳瑜也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瑜。不过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那一开始呢，想要问就是高中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让你决定要读医学系，然后当医生的？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就是假设你家中你没有什么医学系或者是医生相关的成员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你说你高中你就很确定自己是医学系，我觉得那都假的。大部分都来自于可能教师的灌输，或者是父母观念的一些灌输，可能父母还是会觉得说，医生不错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家庭里面完全没有任何医疗背景，所以你说要我那时候以管窥天知道医学系的生活是怎样也不可能。但是就会常常这样被灌输，好像很不错，那就是努力念书，来努力冲啊，对，然后就是成绩有到就去了，这真的是当初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我幸运的点是我进到医学系之后，发现这个东西是我喜欢的，虽然说好像跟我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但是发现我的确对人体对这些医病的沟通是蛮有兴趣的这样。那我想要问一个俗气一点的，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当医生可以赚很多，这是真的吗？健保开办之前的年代，不管是医生的收入、医生的地位，那个时候应该都算是蛮至高无上的啦，必须这样子讲。健保开办之后，其实平均来讲，其实医生的收入是持续往下降。然后因为其实民众对于一些医疗知识的获取，大家其实也越来越敢去问医生、去挑战医生，然后去质疑医生说，怎么这个医生讲这个，你讲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性的沟通，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对于一些个性上，可能他希望是比较权威式的医生，他就会觉得病人不尊重他还怎么样。但的确，你说权威性来讲，或者是民众尊重专业的一种角度，或者是收入来讲，我们的确可能没有办法跟20几年、30几年就健保开办前的医生比，还是必须中立的讲一下，以医生放在现在这个时代的薪水，但还是高于台湾人民平均蛮多的。只是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就是相对剥夺感，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说，哇，老爸或者是他爷爷那一辈，就是可能赚个3年的钱，觉得他现在可能赚个10年、赚个20年都赚不到，对，就可能会有这种差距。只是举个例子跟大家说，其实医疗环境大家看起来可能医生收入还算不错，但是整体医疗环境它其实在制度的一些影响上，它是日益往下的这样子。现在你们医生的工时大概是多少？公私立医院是有差的吗？基本上医生工时最长的时候还是在住院医师的训练阶段，因为住院医师他就是一个，我已经选儿科，那我儿科我至少要经过3年的训练，就那个训练的时间，这个住院医师他是最累的。那住院医师目前我们的工时规定是80，对，这个80不是每个月，是每周，不能超过80个小时。80已经有调整过了，以前是88，在更早之前是没有规范的。必须说，至少在住院医师的一些工时保障的一些福利，其实是有变好的。对，因为以前真的是太残酷，过劳死或者是过劳中风，因为一些比较不幸的事情之后，其实法规是有慢慢修改。那你自己呢？有没有哪些是很不爽，或者觉得这个有点委屈的？以政策面来讲就好了。现在蛮多人意识到健保制度它对于医疗产生的一个冲击。我举例来讲，就现在市面上很多原厂药都已经退出市场，可能我们的政府单位或
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单位，他们都会说啊，其实学名药也 OK 因为成分都一样，剂量都一样，但是我们当医生的，我们用过那么多病人，我们就知道大家的感受就是有差。但是这个就是因为健保对于药价，他们几乎是年年砍。比如说我今年我给付你这一颗药10元，明年他去调查那个每家进货的那个成本，他觉得你这个进货的成本明明就比较低7元，他就把它砍到8元，然后再隔一年他可能就把这颗药再砍到7元。对，你会发现当万物都是通膨，药价是在通缩的，健保局去给付每一颗药的价钱每年是通缩，每年都在砍。低到一个程度的状况下，医疗院所它就不会再进原厂药了。对，因为原厂药是比较贵的，他们就开始去买学名药等等，他们就会发现台湾没有人要原厂药嘛，他们就退出市场。使用这些药的人，他们就很有感的会觉得说好像某些药效果真的是不如以往。然后像我本身就是使用者，我也会觉得说我宁愿想要花多一点的钱买好一点的药，但这个药在台湾已经找不到了。然后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follow 到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点滴的制造公司，它被健保署查出来说他们在制造无菌生理食盐水的时候，好像有过程上的一些疏失，所以勒令他们停业。这个点滴公司又是市面上非常大的一个点滴公司，所以现在很多医院直接缺生理食盐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知道，因为那家厂商他出了市面上70%对70%的点滴都是那个被禁止。对，那追根究底的原因就是都太廉价了。因为我举例来讲，一个1000cc 无菌的生理食盐水，给付价我没记错的话是25块，你去市面上买1000cc 的矿泉水都不止25块了。我看还有就是有一些官员还出来说，我们都没有砍过点滴的价钱，我们这数十年我们点滴都是25块。对，你就知道这其实蛮笨的。对，你没有砍过，但是它已经是不符合成本的一个给付方式了。那你用一个极低廉的一个价格去给付一个东西，厂商当然他为了生存，他一定在某些你看不到的地方 cost down， 然后 cost down 的结果，它可能就是制造的过程或怎么样，可能就会有一些疏失疑虑，然后就被查到，就被勒令关业，就发生全台湾缺点滴的状况。所以其实很多事情简单来说就是给付太少啦，你给这样子的钱，你又要厂商去做出那么多东西，那最后一定会出很多问题。所以现在台湾人遇到的问题就是药越来越差，然后点滴缺货，什么都缺，反正就是很多原厂药几乎都已经消失在台湾了。我觉得这是目前健保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医生朋友，然后他们都对于健保制度是非常非常的不满。那除了在医生这件事情上面，健保应该也有一些相关的配套，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比较不满意的？我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药，它给付医疗院所那么少的钱，比如说我进这个药进货价是10块，然后健保局只给付我8块，这样我开这一颗药我就亏2块嘛，所以我就诊所我就不会进这一颗药。然后你可能就想说，那我这2块我跟病人收，然后健保局就说这样不行，你有用健保的东西，你就不能再收自费，不然叫做违规，病人检举你，诊所就准备出事。在诊所你就会发现，看医生他可能就跟你说某些药要自费，他那个自费他就不申请健保了，他就直接跟病人收取自费，这样反而是可以的。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政策它就是都用很强力的法规去限制我们医疗院所，所以导致我们医疗院所也是进退两难，干脆就是直接不要进这个药，然后或者是直接跟民众收取自费。但是我觉得这对民众或者是对整个医疗界来讲都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人分享说，就是他们家长辈的兴趣就是去医院跟医生聊聊天啊，然后看病拿药啊，看完之后他就确定说，我这一次的健检 OK， 然后就把药丢掉。你自己实际上在一线，你有看过病患在滥用医疗资源的情况吗？也会啊，我会尽量卫教患者，让这件事情不要发生，但是这件事情它就是会发生。的确有蛮多人他就是拿了药，然后爱吃不吃，然后还丢掉，然后下次来，然后照样领药，反正他就觉得收集药很有趣嘛，就把药都放在家里的药柜打开来五彩缤纷，有没有？就也是有这样的状况，然后那些都是你各位缴的健保费。我们也在讨论说，这个其实也是会间接造成健保的一个浪费，这样子。那这样听起来，就是我觉得过去可能医疗它是一个稍微有一点门槛的，你需要有一点点钱，不然是自费来还是怎么样。但是健保因为拉低了这个门槛，那这边我觉得它有点矛盾，就是我们健保有没有把这个门槛降低到，就让太多人他其实不需要，但也跑到这里面了？其实我们也有在讨论说，到底要怎么去解决这个困境嘛？也有人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保大病不保小病嘛？健保它有点荒谬的地方，就是它包山包海，比如说癌症好做一些治疗，它包日常的感冒药，然后你日常的感冒，你去拿个感冒药，它也包，就是不管你大病小病，你都一直跑诊所、跑医院，然后就是一直花健保的钱，这样子就让造成那个所求无度嘛，需求是非常大的，健保的一个总额其实是跟不上医疗需求的上涨的，所以才导致说我们常常讲这个点数打折，这就是另外一个健保的问题，因为健保它是一个总额，所以当
你医疗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点数就越来越下降。你以前可能做1块钱，政府还给你可能0.9块，你觉得好像0.9已经被打折，结果现在1点只剩下0.7块，1点理论上是1块钱，你做1点的事情，那因为整体医疗需求已经膨胀了，然后我们健保给付的总额又是固定的，所以这也是医疗人员越来越对这个政策不满的地方。看病的人是多的，你比之前忙很多，你申请的点数多，结果你实质上的钱反而是更少的，这也是健保制度的一个问题。如果健保真的有这么多的问题，你会觉得台湾应该要废除这个健保制度吗？或者哪边一定要做一些修正？我是觉得不用到废除，我觉得至少可以先做到保大病不保小病，这样子就可以省非常多的钱。我举例来讲，假设健保不给付感冒的药费的话，感冒你可能就是多付100到100，可能还是有人会介意啦，但是我觉得至少先让重症大病的人他比较多的医疗费用，我们先让他的权益不要受影响，但至少一些小病的部分，我是觉得这部分是真的可以讨论，不然什么都包山包海的状况下，我是觉得这个裁员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感觉大家其实都知道，包含像是医师或者是护理师等医疗人员，其实都长期面对高工时啊、高压力，甚至还有很多医疗纠纷。可是好像看起来在社会上还是没有爆发过那种真的很大型的抗议，这个是为什么？其他职业我不太确定，但台湾的医生是没有公费，因此是不能罢工的，罢工是违法的。可能会有一些，就政府如果想要处罚你或怎么样，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你说他可能会吊销你的医师执照吗？对啊，如果他想要这样做也可以啊。韩国我记得这一次也是啊，对啊，这次韩国政府因为韩国医师大罢工，他好像也有抓几个医生出来，就是杀鸡儆猴一下。他们是没有到吊销啦，好像有到吊扣，可能半年还吊扣1年，是有做出这样的处罚。但是这也会有点微妙，因为处罚了医生就变得更少了。是这样子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变成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死胡同啊。那我们刚刚这样听下来，已经感觉到一个很无奈的状况，就是它正在不断的往下。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就停止这个往下，或是就解套呢？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保大不保小，另外就是我觉得可能健保局或怎么样，他们在评估，譬如说5大皆空，现在他们其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必须老实讲，所以他们现在就祭出很多补助政策啊，像我是儿科嘛，所以我比较了解儿科，他可能说儿科的现在这个住院医师1年补助12万，就是1个月补助1万，借此去吸引人，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有点太短线了，因为住院医师也就3到5年嘛，所以大家不会因为你这3到5年多了每年的12万，你就决定当儿科医生，大家还是去看你住院医师之后主治医师那个生涯嘛，当你看主治医师的生涯，你发现没有什么自费项目，然后健保给付越来越低，你主治医师的生涯看起来前景不好的时候，大家还是不会想要去走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改善的是整体，比如说你觉得5大科没有人，当然第一个你是必须要拉高5大科的给付，但是拉高5大科的给付又牵涉到我们刚刚讲的总额制度。如果你总额制度维持在那边，你拉升5大科的给付，你也只是把其他就是非5大科的给付踩下去，变成医界的内战啊，其他科就会骂说你们5大科把我们其他科的健保总额都抢走，然后5大科就觉得也很无奈啊，这些政府的政策，反正因为太多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总额制度它必须被全盘检讨，到底这个制度它到底怎么去改善？只要总额制度不改善，你说你要补助哪一科，你要让哪一科的钱变多，都只是在压缩其他医生的权益而已，挖东墙补西墙的那种感觉，不能说很短视近利的只说这个住院医师你去当哪一科住院医师，我每年就给你几万，每年给你几万，你要是看说我们在乎的其实都是未来主治医师，那10几20年，譬如说现在少子化，那大家就会担心说少子化这个小孩越来越少，医疗纠纷又很多，必须去彻底去解决他主治医师生涯遇到的这些问题，大家才会想要投入。问题真的很大，他真的是环环相扣，总额又扣其他东西，然后又扣其他东西，所以我真的觉得很难说一言以蔽之，怎么样改革就会没事。因为这一个健保制度，我觉得它好像变成说，医生在治疗的时候，他也有很多东西要考虑。我不是只有考虑说我要怎么样好好把眼前这个病人看好。对，那这个情况就会变成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医生是不是只想要做健保给付的项目，所以他不帮我做某些东西，或者他不开什么药给我吃，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健保不给付，所以医生就不做。你觉得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形吗？应该也不是说健保不给付，譬如说我今天一个患者来到我这边，譬如说我开比较好的胃药，我就会分成2个思路，就是这个胃药到底我要直接跟患者收自费，还是我要用健保开给他，但是我要冒着被健保删给付的一个风险。这又是我们刚刚完全没有提到的一个健保政策，叫做核删的制度。就今天我用健保开药给你，你不用特别为这个付钱嘛，但是当健保局觉得你这一笔开的药不合理的时候，他是可以把你这笔药的药费删掉的，而且还可以放大核删，罚你钱，就说你怎么可以没有符合某些条件下你就开那么好的胃药给这个人呢？你这样在浪费我们全民的健保钱，你知不知道？就是会有这个状况。所以今天你
提到这个状况，就是医生他会去考虑说，他到底直接用自费开给病人，这样子比较没事，没有健保核删的问题，因为我不跟健保局申请这笔钱。但是他遇到的问题就是病人会觉得说，我不是有缴健保费吗？你还跟我收自费，这个病都是博弈赛局。对，之前就会有人一直说，医生一直要推他自费药。对，就会有这个状况，他觉得他自己有缴健保费了，可是今天当你用健保开这颗比较好的药物，你又面临到核删的风险，就这个是你的成本啊，就是你这个药已经开出去了，但是健保局却可以在事后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病人不需要用到这个药哦，我不给你这笔给付，这个药费你医生就自己吞下去，就会遇到这两个两难。医生要嘛就是他如果觉得没差，他就跟病人讨论自费；要嘛他不想被删，他就可能就觉得我不要开那么好的药给你，我就开保险一点的药，然后病人可能就会觉得没有效。因为这个政策的关系，医生开药的时候不只要考虑到到底什么样的治疗对这个病人是最好的，他还要考虑到健保局会不会删掉我这个药，会不会删掉我这个检查。对，那我好奇，这样以一个病人的立场，我可以在看医生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我希望吃比较好的药，那如果有任何自费的话，我就直接自费。可以啊，医生大部分蛮喜欢这样子的病人。哦，我不知道可以这样讲，因为这样子就不会畏手畏脚，而且我相信，就算你这样子讲，医生也不会说真的开很多自费药给你，因为像我之前也遇到，比如有人跟我说，有些比较好的自费药，如果有什么自费药，尽量开没关系。然后我评估了一下，我就觉得健保药就够了，对我还是会这样跟他讲。某些药自费对你来讲不是大负担，我觉得这样子表示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最后我有一个很好奇，就是如果现在你要给一个高中生建议，你会推荐他们去当医生吗？我觉得啦，如果你是医学跟牙医在选，我是觉得牙医蛮不错的。对，但是我还是强调兴趣一定要摆前面。比如说你医学去了解过了，你牙医去了解过了，然后相关的一些工作伤害，对，比如说像牙医我们常听到就是一些听力上，因为他们面对一些高频率的声音，或者是一些弯腰驼背，一些牙医师他们的背部可能也会有一些腰酸背痛的状况。反正在某些科别，它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伤害。当你去了解过每个科系的一些优缺点，你确定自己的兴趣是哪一个，我还是建议你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去做选择。就算现在医学它在健保制度的框架下，其实你对一个东西很有兴趣，你还是可以走出自己不管是自费的路，还是突破健保的极限。你只要有心，你有兴趣，这部分是可以做的。但是假设你对一个东西没兴趣，它的环境再怎么好，我是觉得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会做到最后会觉得有点厌世。当然，医学它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健保制度啦，但是至少现在广大的医美市场嘛，救人命的科别真的走不下去了，其实医美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它的路线也算是宽广，对，所以我也不会一味的觉得医学系就很烂，我觉得它的选择的路还是很多，对，只是如果你要走医学系，然后你是怀着比较济世救人，你要走什么大外科，你要走什么急诊，你要走那些我就是要拯救人命的科别，那你的这个理想可能跟现实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冲突。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这一期的观众分享吗？虽然说大家听我抱怨那么多健保，但是必须承认健保还是帮忙了很多可能不管是收入上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优渥，或者是他比较需要医疗资源的人，如果大家都可以去关心这个议题的话，或许还有一点转机吗？虽然说我是打了非常多的一个问号，因为大家听我这样讲就知道他真的是环环相扣，他的问题非常的多。如果你是医学的一些后进，我是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悲观，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路线可以走，只是可能济世救人的这个梦想就会受到现实的多一点点的冲击，但是大家心中还是要保有理想去奋斗这样子啊。讲的好，最后送一碗鸡汤，真香。苍兰哥，好，OK，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苍兰哥进来分享，那这集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也不要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点这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